给大家分享一些装灯的方法。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这一户装灯装开关，分享一下日常的装灯方法。这个3环灯呢，一般常见于餐厅，这个是装在客厅的，相对比较大一点。首先呢，我们量一下顶上这个线盒的位置是否在顶子的中心，找到中心点安装呢最为合适。在打孔之前呢，好多人都担心会不会打到线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盒，这是顶上走线的一个交汇点，能看得清楚，一共有3路线，而且也能看出线管到顶的深度，2个关节，深度大概5公分左右。所以我们在打孔的时候，第一是要避开线管的位置，第二是要打孔的深度尽量不要超过线管的深度。不过打孔的深度也取决于是装什么灯，比如说装吊灯、打膨胀螺丝的话，可能会打得深一点，那个就要避开线管了，根据现场情况而定。我们装的这个灯呢，是打普通的6毫米胀管，打孔的深度呢，一般打到4公分就够了。打4公分的深度和我们刚才2个指节相比的话，还没有到达线管的位置，所以这种情况一般是打不到线。不过有很多老师傅打孔的时候会盲打，凭的是经验和手感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即使再老的老师傅也有失手的时候。经验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是教不会的，所以大家要多干多总结。底架现在已经打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灯。拉起底盘，这个灯呢大概有1.56米长，所以说这个里面的电线和钢丝呢都比较长。我们要把它提前拉一下，拉到一个差不多的位置，偏长一点，然后我们后期调的话比较省力。多余出来的这些钢丝呢和电线呢，尽量给它盘起来，这样收拾在一块儿。当我们安的时候呢，就不会觉得那么乱。不做整理的话，当我们再往顶上拧螺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从这边推进去了，它又从那边跑出来了，这个钢丝是很难搞定的。这样整理好以后是看着非常舒服的，干活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。这3个圈呢直接跨到肩膀上，一个人干活呢就是这样。如果你有一个助手的话，那他可以帮你拿着这3个圈，然后方便你自己接线。一个人呢就得想一个人的办法。安装之前呢也要注意这几个圈的钢丝和电线呢不要搅在一起，只要是顺溜的那就行。这几年的灯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轻便的，没有像那几年整体水晶灯，一个灯可能就几十斤，一个人装非常吃力。拧这种小螺丝的时候，劈头有一个磁力圈是非常关键的，这个螺丝你想甩它都甩不掉，拧螺丝的时候呢非常方便。最后我们通过调节钢丝整出一个客户满意的造型。最后再补一句，安装之前呢最好是通电试一下亮。现在我们安装这边的餐桌吊灯，这个灯呢是要借助我们的水平仪放一条直线。很多人对放线不了解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做法。平行线大家应该都懂吧？看到这个瓷砖的缝隙了吗？我们放一条线和瓷砖线平行，然后刚好打上来的线呢和我们的灯线再对齐，这样我们一条直线就放好了。我个人装灯一般用到水平仪的，就比如说装这种长条灯，或者装客厅的长方形灯、正方形灯用的比较多。这些小工具呢，大家不用在评论区问我，有时候可能会看不到，橱窗里面都有，大家可以到橱窗里面去看。这个只针对个别平台，有的大家看到视频可能没有橱窗。这个灯的底盒呢比较小，直径大概6公分左右，所以它对流线的位置要求呢非常高。这个灯的两边是留有钢丝的，这个钢丝要和这个底盒呢装成一条直线，这就是我们放线的意义了。测量好距离，对着我们放出来的线直接定点。借助水平仪的好处呢是安装更加精准，提高我们的效率，提高我们的专业度。大家经常会讨论说装一个灯才多少钱呀？有必要这么搞吗？其实价格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，这个谁也干预不了，没有办法。
我们只能做好自己，为业主为自己负责，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活干。这也许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有活干的最大竞争力。2点一线随便搞，3点一线就要掌握一些方法。这个灯的高度呢进行了一个调节，也做了一个调频。多余的钢丝绳呢，我们要给它解掉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观看米师傅往期更多精彩视频，记得点关注点赞，拜拜。